男嘉宾丁先生，32岁，来自上海，销售经理；女嘉宾沈女士，22岁，来自上海，职员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老师好。主持人好。好，欢迎两位哈。这个怎么认识的呀？就是在外面唱歌的时候认识的。这在外面唱歌？就是我跟我朋友是认识的，然后他是我朋友的朋友，然后介绍认识的。不是因为介绍对象啊，就是大家出去玩。对。然后呢？然后加微信，然后就认识了。你比他大10岁哈。对。喜欢他是不是因为年龄大，觉得很暖成熟一点嘛？成熟一些。也是因为我们两个年龄因为相差10岁嘛，后期接触开始之后，就发现两个人有些三观问题、思想问题有些不同了。那就讲讲吧，哪些不同啊？就是我看中个包嘛。然后他说我们到日本之后再买，因为那边的价格可能比较便宜一点。结果到了那边之后呢，并没这个款式。后来回到国内之后，正好碰巧商场搞活动，然后我就跟他说了，我说我喜欢很久了，好不容易有了，那就我想买。他说不要买了，说日本刚回来还有一些压力在，没必要去再买奢侈品了嘛。可是我就是太喜欢了，我就自己去刷信用卡买了。后期他知道之后就责怪我花钱没有计划，没有在自己能力之上就去花这个钱。是这样，就是因为我们刚日本一圈转回来，因为玩的天数也比较多，然后也挺花钱的，然后那个时候信用卡也欠了一点，然后我在想说，等我把信用卡都还完了，然后再帮你买也是一样的。然后还有他觉得我工作也不好，我之前是做直播经济的嘛，他觉得这份工作不是正常交金的，也没有正常做5休2这样的，觉得我周末也上班，觉得我应该找一份正常交5险1金的，然后正常双休的，这样两个人都能沟通嘛。对，但是我觉得我这份工作挺好的，因为老板同事都挺有爱的，其实福利也挺好的，然后他就觉得不好。未来就是我肯定是奔着结婚去的，就是想到未来以后，就是如果要换房子，那如果靠我一个人的那个公积金的话，有可能太吃力了。如果两个人都有公积金的话，那以后压力也会小一点。其实说白了就是你希望他换工作了，是这意思吧？对，换个正式一点的，就是以后就是各方面都有一些保障，比如生病啦。或者是退休金啊什么的这样子，这个大概就是因为差年龄很大的关系，就是我的想法跟他的有不一样的地方。行，反正你是考虑未来嘛，对吧？好，还有什么不同，女生？还有就是我们两个性格上面，我属于比较直爽、急性子，他比较磨叽、慢悠悠的。就有一次吧，就是我们车子停在那个停车地方，但是那个门呢得自己拉着才能开出来。那我爸爸嘛帮我们把那个门拉着。等我们开，等了半天，他那辆车还没开出来。我跑过去问他，我说你干什么呢？他说我在暖车。我说这么冷的天，这车子就是上海冷的话，你开车得让引擎先热一下，得过个3、4分钟，要不然对引擎不好嘛，不是？这他又不懂，这我跟他解释他也不听，就关键我爸在那儿吹着冷风，我也他是心疼他爸，就是在外面等。那你是心疼车子呢，还是心疼未来的岳父？那我当时有可能疏忽了，就是想，哎呦，冬天这常规性的就是说，启动了就要热一下。还有就是他上班地方下班离我家很近然后大概走回家1刻钟20分钟左右吧。他非要去坐个地铁，然后他走到地铁的那个路，再走一点点路就到我家了，他非得去坐地铁。我跟他讲了好多次了，他都不听。这不是外面冷吗？就是上海过年这段时间特别冷，然后我就不想，万一生病了怎么办？就是挺保养的哈。然后还有一件更奇葩的事，有一次我们出去也是开车他觉得热，他得把外套脱了嘛。脱了他还得把外套扔到后备箱去，我说你就放在后座呗，后座这么空也没人坐也没东西，他非不要。后来我们回来之后要开车了，车钥匙没了，我说钥匙呢？他说我想起来，我放在那个衣服外套里了，一起扔后备箱了。我就他咋锁的车呀？这个应该锁不上的，如果车反正就没有他，我们也不太清楚锁完之后一起扔后面去的。更奇葩就是他还把车停在了最靠墙的那个位置。以他的体型，他是进不去的。他出来的时候是爬出来的嘛，从我那个副驾驶。后来呢怎么办呢？我给他爬进去，我得从车头再爬到车顶，再给他钻进去。我又开不了车，不会开车嘛。我问他怎么启动，就折腾了好一番。那你说吃得消他吗？这我其实也考虑到他，因为比如说我们出去逛街或者是出去玩，买好东西以后，他不太喜欢把那个买的东西放在后备箱。那我在想，我们出去以后，
就东西不为了放后备箱，那我把外套先放后面呗。然后就粗心也没想到这一点，然后回来的时候就发现钥匙就忘在外套里了，就发生刚才的事情了，也不是故意的。因为年龄他比我大10岁嘛，就是他在结婚上面其实不着不急的，就现在已经是这个岁数嘛。虽然说现在晚婚人挺多，有一次我问他吧，我说你觉得多少岁才算晚婚？他回我一句40岁，我说我不可能等到你40岁吧。他问我就是说我觉得什么时候算晚婚，那我就告诉他一下，我觉得这个算晚婚，并不是说我40岁晚婚这个意思。哦，好，那个。他应该跟你们家人挺熟的了，对吧？因为你爸都给他开门了嘛，这个女方的父母有没有跟你聊过关于结婚的事儿啊？对，有一次就是我妈就写下来跟他聊聊天嘛，就突然问起来说，哎，你们有没有什么计划？毕竟已经谈了这么久了嘛，要不要先把房子装修起来？毕竟装修一下3个月也得很长时间，要不要准备起来？他就也没有正眼看我妈，就敷衍了一句。哎，我妈就追问一句：“那你不怕就是到时候我会就是在外面或者碰到更好的人，导致你们感情不好了吗？”试探性问一下，她就直接怼了我妈一句：“这很正常啊。”我妈当时就被他说的无言以对了，我在旁边就懵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我得解释，就是这个我事后也非常的后悔，然后也跟就是未来丈母娘道歉了，然后就是也跟她说过，就是在我看来，有可能我想的比较多，因为一方面来说，我们毕竟交往了有些年数了，哎，你们交往了几年啊？3年。3年了。然后我感觉他太依赖我了，就是有些事情的话，我觉得以后如果结婚的话。样事情都是由我来做的话，如果还有孩子的话，我会觉得比较累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就是说我希望他是能够再成长一些，就是说能够稍微分担一点，就是说未来家里的事情啊这样子。然后我有可能这方面想的比较多，所以就想着他还年轻，那我想再等等，就是说感觉你可以就是说能够分担家里的一些事情了之后。再去考虑结婚，我觉得也不迟啊。行，还有别的吗，女生？最主要的就是他。还有最主要的呢啊。他跟那个女生聊天，就是聊一些就其实挺不该聊的，然后就第一次吧，那个时候我们俩才刚谈没多久，我正好看他书包，发现他包里还有另外一部手机，然后就是女生第一直觉觉得这有问题，然后我的确打开了一刷，挺多的。然后我当时也没，因为在外面嘛，我想留点面子。后来留到我们2个之后，就问他这怎么回事。他说是之前我们俩还没认识的时候，还包括就是还没确定我们之间关系的时候一些的内容。我说那你既然确定好跟我继续相处下去，那你就清理干净吧。他答应我没问题，那这件事情就过了。后来但是呢，他第2次我又发现了，那个他短信里面突然进了一个说转我200块钱。然后我看他支付宝就是转了一个女生200块钱嘛，就还是直觉，这肯定有问题。我就问他，他说你没必要什么事情都刨根问底的嘛。我说我觉得这肯定有问题，我得问清楚。他就告诉我，有一天他跟我说了晚安之后，他去了酒吧玩，然后认识了这个女孩子。我说怎么可能，陌生人第1次认识就肯给你钱呢？他也支支吾吾的，那我心里其实有数了，我就也不继续问下去了嘛。我就当时其实气死了都。我气得都发抖了，我说你这个人实在是怎么样，结果又被他哄好了。我是一个比较就是健忘的人嘛，又被他哄好了。结果呢，才没多久，1个月之前吧，他刚换新单位、新工作，认识个女孩子，大家一起打游戏，那我觉得这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后来我看到他们的那个聊天内容，女孩子发给他说：“小哥哥，你的身材好好，是我喜欢的类型。”然后他就回他一句：“啊，你喜欢，那我会为了你去保持这个身材的。”我实在是觉得他好像有点本性难移吧，就是改不了这毛病。对，这是我最介意的一个问题。这个的话的确是我自己也有问题，就是嘴巴太油了。对，就是说和男孩子说话也这样，就是也在慢慢的改正，就是这样子。就是嘴巴油是吧？是的，叫动口不动手是吧？就是还是动口不动心呢？就是说了就第2天就会忘了这种事情，就是不走心的说。那别人走心了怎么办呢？我心里只有他一个人嘛。这是男生给的一种解释，就是我没干嘛，我就是嘴比较油，是这意思吧？是。女生你信吗？
我就是太多次了，有点动摇了，对，就不太信任了。啊，就过去他也会给这个解释是吧？对，就是有时候相同的解释吧，已经听烦了。啊，那你女朋友既然这么在意的话，为什么不改变呢？有在慢慢的改变，就是因为我也知道自己就是说有这个坏毛病，所以那道理是说，是因为他现在成长的不够，不具备结婚的条件，还是说其实你打心底你都还没准备好结婚呢？其实我内心是准备好的，就是说随时都是 OK 的。随时都是 OK 的。对，就是说，因为毕竟也那么久了嘛，所以不是因为爱，而是因为酒，是吧？也不是，其实，怎么说呢？我感觉两个人都比较合适的，就是有可能有一些细节方面的问题，就是要慢慢的去调整。所以其实说白了就是那句话嘛，你愿不愿意为这棵树放弃一大片森林嘛？姑娘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嘛，你愿不愿意嘛？那我肯定愿意的。可是你又做不到嘛，在姑娘的心里，就是你愿意，但是你做不到，这个你承认吗？至少你现在没做到。现在没有做到。你看，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嘛，就还没收心，对吧？是，你看他都承认。那女生就是男朋友其实也明确的告诉你了，就是说可能我们俩挺适合结婚的，我确实也愿意为你放弃森林，对吧？但是对不起，我现在还不能放弃，就你得给我时间，让我慢慢的放弃，是这意思吧？是哈。那你的态度是什么吗？我是呢，就是因为他也有好，就是我也有记在心里他的好处嘛。当然嘛，一定会有好嘛。再加上已经这么久了，有感情在了嘛，说不要就不要也做不太到，所以也是希望他能够彻底改变。啊，各位老师，你们看怎么办吧？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来，于老师，这个找成熟的，在某些层面来讲的话，的确啊，他会为人处事各方面来讲都比较这个不让你那么操心。但是其实这里有一个潜台词，你太过于去找成熟的，也有一个这种心理，那就是他多少能够包容一些我的一些缺点，容忍我的一些小任性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对，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也多少有一些功利心理。你找到成熟的人，他都是在情场当中有过历练的人。那么他的立场，你做好准备了吗？刚才你说的所谓暧昧那个话，其实我品了品，那句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暧昧。但是有一句话把我吓住了，他说：“我现在还没有因为你而放弃整个森林。”这句话比那两句暧昧的话要可怕得多。那什么意思呢？你现在还在他的选择当中，他是成熟了，他成熟到要选择一个对他最有利的，和你所想的说我要找一个成熟的对我最有利是一样的。那也就是说，其实两个人都在选择当中，那就意味着最后他可能会选择你，也有可能不选择你。这个思想准备你做好了吗？生活没有完美，请做好任何的准备，这就是恋爱需要面对的问题。好，谢谢于老师啊。来，曲总，女生想找成熟的男人，那你怎么定义这个成熟这两个字？我不会处理的事情，他能够教会我怎么去处理。那这些成熟，没错，只要有工作的这种历练、社会的这个经历的话，都会有。但是你谈恋爱找的成熟呢，恰恰给忘了。我以为他玩够了。你以为？所以你看到他玩够了吗？所以说，在情感当中的成熟是已经经过了一些情感经历也好，或者是从自己的你们俩相处的过程也好，真正的能够体会到他的心是否认定了你一个人。他不是，他在情感当中他一点也不成熟，很幼稚，经常会异想天开。哎，那个女孩对我示好，我感觉很开心，很享受啊。可能暂时他还并没有说想跟那女孩有什么走心，所谓走心的这种举动。但是如果一而再再而三有更多的人来的话，他一定会走心的，明白吗？
所以说，在情感当中选择成熟的，就要看重他对你的这份感情是否是成熟的，并且是否是能够持之以恒的。如果不能，那就不成熟，就不能选择他，对不对？男人心里心心念念的一定是当初让自己成长的女人，而不是你。没有什么是有现成的果子可以摘的，啊，别人都把男人培养成熟了，到你这儿了，成为一枚果实了，你来收获。其实这本身是不安全的。每个人记忆深处最忘不掉的人，就是在自己没有成熟之前经历过的那些事情。你不相信，你问问他，在他的心目当中，印象最深的那个女人是谁？一定不是你。所以，不要想着找成熟的男人，不要想着找现成的果子，你要找一个内心深处真正愿意跟你共同成长的人。他是不愿意跟你共同成长的。这个男生至少在现在为止，没有把你当成是结婚对象。当然，这也是他的选择，这是他的自由。咱们是不是应该有自己的自尊呢？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，你要非常清楚你当下的态势和在他心目当中的分量，以及你们俩之间还没有到谈婚论嫁的地步，你要看清楚这个形势。你真诚的面对，真实的回答，不想结婚就不想结婚，这没关系。但是我要告诉你一点的是，你别谈着恋爱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。2部手机就证明你不光是没有收心的问题，你对这段感情也不够尊重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哭了哈。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，大家在一些基本层面上的理解上面出现了一些偏差，所以就容易出问题。比如说，大龄就等于成熟，有过情感经历就等于成熟，大概不是吧？对吧？因为如果在经历一些事情之后没有成长的话，还是成熟不起来的。男生这个其实需要想清楚的一点就是，你跟这个女生交往了3年，就是在这3年当中，你问自己一个问题，都不用回答他，就是为什么这3年，我一边跟他谈着恋爱，我一边还，我也没办法界定，因为不知道你做了什么。不知道你做了什么，至少说，在这3年的这个情感跟他的情感过程当中，你的有一些情感和情绪是游移在外的，对吧？这个是可以肯定的，我们不去定性其他的东西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他是不是你想要的？别说因为3年我就觉得怎么样，想清楚。女生要特别认真的考虑，因为这是挑战了大多数人对情感的一个底线。大多数人对情感的底线是专一，那不排除这个世界上有些人不以此为情感底线，也有，对吧？这是你的底线吗？现在看来，男生一直在挑战这个底线，弄得好像你已经没什么底线了。至于你们最后要怎么样，你们自己去决定。但是有一点，请对自己的成长负责。就是我接受这个，我相信他能改变，那你去改变他。你觉得你有那个力量去改变他，但是你别再过了3年之后，你后悔说，哎呀，这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，最后2个人变成仇人，甚至出现一些极端的情况。为什么现在有很多这个情感当中出现极端的情况，就是这样。我先化身一个我可以接受一切结果的，后来发现，其实在情感出问题的第1天，就不是发自内心接受的，只是因为自己贪恋那种感觉和感受。这就是所谓的成熟。我们有时候会把投其所好当成了一种所谓成熟的表现。其实你要知道，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。一个人那样对你好，是不是能跟爱画等号？不一定，对吧？好了，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其实通过这个节目，我也想表达我自己的一个决心，想我们好好的走下去，然后步入婚姻的殿堂。希望你能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。我觉得这个是你很重要的一个问题，所以我还是想再考虑考虑，想一想吧。
怎么说呢？就是为了表达我的诚意嘛，就是我可以把我所有的都给你，也不用第二部手机了。来，请亮灯。谢谢两位，来打开爱的记忆箱，看看你们彼此存了一些什么。哦，我就不用开了，因为我对他还是各方面都是非常的相信啊什么的。行，那女生拿着去吧，男生请回。来，请关门。好了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现在请拿起手机，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，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，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，边看边聊。直播过后，也可以通过天津 FTV 网络电视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。欢迎大家登录优酷网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、爱奇艺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对年轻的朋友，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，请开门。来吧，手机。啊，就第二部手机是吧？啊，这个就你相信就行嘛，因为你愿意承担后果嘛，所以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啊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啊。收心啊，把那森林都放了吧。既然你要这棵树嘛，来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